我和女儿在江边玩耍时发生了意外，作为救援队长的妻子却绕开了我们，带着所有队员救助了后排的白月光妇女。江水里，女儿惊恐的挣扎，满脸写着恐惧，一次又一次的呼喊着：“妈妈，救救我！”直到她沉入江水，柳如烟都未曾赐予她一丝关注。女儿的葬礼那一天，我拨打了她的电话，打了10几次才有人接听。他们父女俩因落水导致感冒低烧，目前正在接受输液治疗。你能否别再无谓的添乱？她不耐烦地说了一句，然后将我拉黑了。头上绷带裹着，盼望着女儿墓碑上的笑脸，对这段婚姻已经心灰意冷。我母亲从未教过我游泳，萱萱，不要害怕，妈妈已经向这边走来了，她很快就会带我们离开这里。当我和女儿清醒过来时，我们发现大巴车已经掉进了江里，水已经淹到了她的脖子，她不得不仰着头才能呼吸。我身上满是伤口，失血过多，脑袋晕晕的。庆幸的是，我的妻子柳如烟是蓝河救援队的队长，今天她就是负责领队进行救援的。当我和女儿看到她驾驶着救生艇向我们驶来时，我们都感到如蒙大赦。柳如烟径直穿过我们身旁，未曾抬眼，她毫不犹豫地打开了我们后排的车窗，径直朝着陈泽夫人的方向走去。陈泽已经解开了安全带，他帮助甜甜很快从窗户逃了出去。窗外江水汹涌而入，沿着女儿的眼眶很快湿润，她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哭着问我：“妈妈，陈叔叔他们也在车里吗？妈妈只会可怜他们，是不是不再顾及我们了？爸爸，我快喘不过气来了，好难受啊！”不要害怕，萱萱，爸爸会救你出去的。我擦去脸上的血迹，努力刺激自己的伤口，利用疼痛保持清醒，解开安全带。我们艰难地从大巴车里爬了，江水的流速变得越来越快，大巴车上挤满了很多家长和孩子。突然一股巨浪袭来，将大部分人冲进了水中，尖叫声和哭声交织在一起，让我的耳膜感到刺痛。萱萱在急流中挣扎，小小的身影在水中颠簸，仿佛随时都可能被这巨大的江水吞噬。爸爸，救救我！在这喧闹的环境中，母亲仍然带着孩子般的呼喊声，若不仔细倾听，便几乎察觉不到。尽管我全身浑身是血，力量几乎耗尽，但我本能地跃入水中。别害怕，萱萱，爸爸来救你了！我竭尽全力朝着萱萱游去。他明明已经抓住她的手，可是一股浪潮打来，他又被拍开了。我们之间只有半米的距离，却总是无法拉近，体力在逐渐消耗。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吧！谁能拯救我的女儿？我慌乱地四处寻找柳如烟的身影，她就在不远处的救生艇上，搂着陈泽的妇女，安慰着她。柳如烟呢？萱萱危在旦夕，你得救救她，我拜托你了。我怎么都过不去，可是她呢？她平时虽然总是忽略我们父女之情，我只求她这次能够挺身而出，拯救我们。然而，就像之前几年一样，我对萱萱充满了爱意，但她却眼里只有陈泽的父母。她安抚好两人后，便按部就班地救援其他人，甚至没有注意到我和萱萱。我从未感到如此绝望，只希望萱萱不要看到这一切。然而，她还是发现了，爸爸，我难道不是妈妈的女儿吗？为什么她一点都不爱我？我也不想再爱妈妈了。爸爸，我的肚子感觉好像要撑爆了，里面有好多水，鼻子也好难受啊。萱萱的挣扎渐渐减弱，浪潮将她的身体推得越来越远。看着她消失在我的视线里，我感觉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在这一刻凝固了，冻得我不住地发抖。我的萱萱最怕萱萱，等等爸爸，你别走那么快，爸爸跟不上。额头鲜血流进我眼睛里，眼前一切都变成了刺目的猩红色，成了难以忘怀的。救援队队员发现我后，将我救上了车。然而，柳如烟早已带着陈泽父女俩离开，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和萱萱也在同一辆大巴车上。救援队员指出我的伤势十分严重，建议前往医院就医。我不愿前往，只想挽救我心爱的萱萱。她害怕孤独，也害怕岁月流逝。尸体被打捞上来时已是第3天，已经无法辨认原貌。我眼泪已干，只能悔恨死去的不是我，而是我的5岁孩子，他的生命才刚刚开始。父母为我健康担忧，强行带我就医。我身上多处伤口，长时间泡在江水中已经导致感染。我数着夜，拿出手机给柳如烟打电话，我要跟她离婚，也得通知她女儿的丈母。可电话打不通，我才记起来被她给拉黑了。每当她和陈泽的女士在一起时，她就会把我拉黑，因为她觉得我打扰了她。我输完比赛后就直接打车回了原来的家。这场婚姻完全是我一个人在经营，我已经没有任何精力去威胁别人。我生来就是富二代，年薪25万，从不向柳如烟伸手要钱。即便我所赚的钱不多，也要保证孩子有足够的奶粉，更不用说购买陈泽住那样的高档公寓。这次车祸非常危险，幸好柳如烟保护了陈泽父女。甜甜虽然还小不会游泳，但只是呛了几口水。陈泽的手背被擦破了一层皮，尽管只是这样，柳如烟仍然感到非常心疼。我记得萱萱早已看不见原本的模样，心口仿佛被划开一个巨大的伤口。爱一个人是掩饰不住的，不爱也同样掩饰。柳如烟的时候，我用拳头敲打井口呼唤她。柳如烟根本没察觉到我的情绪异常，当她看到我时，脸色顿时阴沉，将我直接推了出去。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呢？戴着帽子，头上缠着绷带，我走路时一瘸一拐，脸色苍白，任何人都能看出我身体不适。柳如烟总是埋怨陈泽的妻子早逝，自己又是孤儿无亲，我看他们父女俩可怜，作为朋友应该帮帮他们。陈泽并没有对你有其他意图，你能否停止揣测他人，不要总是心怀不轨？这样的话我已经听得太多了。陈泽胆小力气小，性格腼腆，独自带着一个女儿生活并不容易。柳如烟主动帮忙修水管、换灯泡，为孩子烹制健康辅食，陪他们游乐园，甚至常常在他家过夜，因为需要哄女儿入睡。他是蓝河救援队的队长，他是一名国企员工。在忙碌时，他1个月连家都回不了一次，但却能每天去陈家。我连女儿半夜去医院挂急诊都找不到他的人，我分不清我和陈泽谁是手把的那个。失望次数太多，已经没有争辩的欲。分手后，你爱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，我不会打扰。柳如烟却觉得我只是在拿巧。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可以闹脾气，不能说离婚，太伤感情。
等他们感冒痊愈了，我就回去了。停下来，再等一等。我的女儿已经不在了，我再也无法忍受等待了。我不是在开玩笑，我想要离婚，而且轩轩的葬礼将在4天后举行。陈泽咳嗽一声，柳如烟脸色一沉，怎么又咳嗽了？我记得家里还有咳嗽药。他转身进屋，对轩轩的死却一字未提，仿佛那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人。我意识到他对轩轩的冷漠，但没料到会如此冷漠。我想起轩轩对妈妈不爱他时的伤心表情，心如玻璃碎片填满，每一次跳动都带来鲜血淋漓的伤痛。在接下来的4天里，柳如烟再也没有出现，她也没有询问轩轩的葬礼，甚至在葬礼即将举行之际，她仍然未到。孩子的葬礼即将举行，但孩子的妈妈尚未到场，现场的亲朋好友们议论纷纷。她前男友和她的父亲都感冒了，她一直陪在他们身边照顾。如果不知道她已经结婚，并且丈夫是王志宇，我都会认为她和姓陈的才是一家人。她的行为真是太过分了。没想到柳如烟能如此冷漠，指甲快要刺破掌心了。我被拉黑了，借了我妈妈的手机给柳如烟打电话，地址是天丰路129号，轩轩将在这里陪葬。半小时后开始，王志宇。你别总是疑神疑鬼的行为。陈泽父女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我留下来照顾他们。你为了逼我回去，竟然以离婚为借口，现在甚至说出连轩轩已经去世这种话来，这样做有意思。柳如烟的怒气甚至超过了我，她迅速挂断电话。她经常指责我无理取闹，但我何时真的闹过呢？在车祸发生、家中老人孩子照顾不过来的情况下，我曾找他帮忙，但他坚持照顾陈泽父女，拒绝过来。我绝不会在女儿的葬礼上说谎，这让我感到愤怒，眼红唇颤，甚至眼前一片昏暗。爸爸生气地将轩轩的尸体照片和死亡通知书发给柳如烟，打电话过去询问，现在你相信了吧？我的儿子亲口告诉过你了，你竟然把这件事当成气话，只想着陪伴那对父女，简直糟糕透顶，猪狗都不如。柳如烟似乎被吓到了，一言不发，爸爸也没有心情理睬他，最终气愤地挂断了电话。柳如烟的缺席让我感到非常愤怒，作为父母，他们缺席女儿的葬礼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心理阴影？即使考虑到可能会堵车延误，我还是特意将葬礼推迟了1小时，但柳如烟仍然没有出。我凝视着墓碑上轩轩的照片，耳边嗡嗡作响，脑海中不受控制的一遍遍回放着轩轩哭喊的声。妈妈和爸爸竟然忘记了我的生日，连我和甜甜一起上的幼儿园也没记住。我真的很失望，觉得妈妈欺骗了我。她曾经说过，如果有危险的话会来救我。我喉咙里涌出铁锈般的味道，随即眼前一黑，我便倒了下去。在梦中，我反复抓住了轩轩的手，又一再目睹他被急流冲走。轩轩紧紧握住爸爸的手，如果松手了，就带着爸爸一同离开吧。我泪流不止地醒来，见柳如烟坐在病床边守护着我，眼中布满了红血丝。当我醒来的瞬间，她眼睛闪烁着光芒，说道：“王志宇，你终于醒了，我一直都很担心你。”当我看到他时，轩轩的痛苦和绝望涌入我的心脏，那些强烈的负面情绪涌上心头，我无法抑制。我抓起床边的水杯，将水泼在柳如烟的脸上。她一副狼狈的样子，我感到无法释怀。我下床想要责备她，却不慎撞到了树叶上的针，我的手因此肿了起来，而我也被树叶绊倒了，踉跄地摔在地上。柳如烟皱眉过来扶我，美丽中透出心疼和忧郁。缺席轩轩葬礼都是我的过错，你恨我怨我，我都承认，但你身体虚弱，无法承受风雨。等你康复后，随便怎么责骂或揍我都可以。他看起来似乎深情款款，让我感到胃里翻江倒海。我站起身，抓起床边的果盘，一股脑地扔向他，心想：你怎么还有脸出现在这里？我不该让陈泽红的眼睛跪在我跟前，拉我的腿。要不是甜甜突然发高烧，我慌了手脚，如烟也不会缺席女儿的葬礼。要怪就怪我吧，你犯不着打他，还跟他闹离婚。每次他装出一副老好人的样子，我都束手无策。只要他一跪，我就感到无法再采取行动。但我现在后悔当初过于顾及面子，导致我的女儿每天都不开心。我用力甩了几巴掌，打在陈泽的脸上，真是太过分了！你这个贱人，死的为什么不是你？明明私底下就够了，还非得在我面前装样子。陈泽的脸被几巴掌打肿了起来，柳如烟心疼的不行，紧紧地攥住了我的手。王志宇也停止了动手。我冷漠地注视着他，如果我不这样做，你会为了他而攻击我吗？为什么一定要跟陈泽扯上关系？他是个单亲父亲，生活已经够艰难的了。我们曾经谈过恋爱，但我现在只把他当朋友。你的思维除了那些不堪入目的男女关系，不能有别的吗？每次谈到陈泽，都是这样的结局。我早已绝望地放开手，将树叶、瓶子、枕头和其他可以砸到的东西全都砸向他们，催促他们赶紧离开。手背上扎针的地方血流成河，疼痛难忍，但我并未感到心脏的疼痛。请不要情绪激动，这对身体不好。等你冷静下来，我会再来看你。柳如烟一直保护着陈泽，生怕我会伤害他，他只说了一句话就匆匆离开了。纵然已习以为常，但每每想起那一幕，我心口仍会隐隐作痛。柳如烟只是国企里面一个小干部，虽然他还是救援队队长，但也没有资格涉足我的生活圈子。在他兄弟的生日那天，他举办了一场游艇派对来庆祝。然而运气并不垂青他们，游艇突然爆炸了，迫使所有人跳入水中以求生。当我筋疲力尽，几乎以为自己将在海中溺亡时，柳如烟出现了。她是一个既美丽又充满责任感的女性。由于她本来就让我感到好感，再加上她曾经救过我的命，我便开始了疯狂的追求。不久之后，我们便结为夫妻。柳如烟是一位救援队的队长，尽管性格冷淡，但面对棘手的人时却能保持镇定，从不生气。即使我们在恋爱，她也从未表现出过多高兴。甚至当我们结婚后履行夫妻义务时，她依然保持着那种冷淡的态度。我之前觉得她性格有点，但当陈泽回国离婚后，我看到她与他相处的情况，才意识到她的温柔程度。我25岁生日那天，听说柳如烟请假了，感到挺高兴。我以为她是特意为了给我过生日而请假，然而直到凌晨，我都没有见到她的踪影。
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意外地遇到了柳如烟和陈泽。他紧紧搂着她，温柔地安抚着她，告诉她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会永远在她身边，她可以依靠我。这是我第一次与她发生争吵，我们吵得不可开交，甚至谈到了离婚。柳如烟向我透露，陈泽仅是她的前男友，他们曾经彼此深爱，但现在他对她只剩下同情。我深深爱着她，不愿放弃这份感情，因此我选择相信。然而一次妥协往往引发无数次妥协，柳如烟利用我的爱让我遍体鳞伤。手机一直在响，打断了我的回忆。我拿起来看了一眼，柳如烟发来许多条消息，是把我放出黑名单了吗？可是我已经不在乎了。我给分公司的人事经理打电话，要求他解雇陈泽。我之前去了分公司接受技术培训，陈泽前来参加面试。尽管这只是一个分公司，要求并不高，但他的个人条件实在太差，以至于连初试都没通过。当时我并不知道陈泽是柳如烟的前男友。作为其中一位面试官，我将面试者的简历带回了家。柳如烟看了陈泽的简历后说，作为一个单身爸爸，他不容易，我们不妨录用他，也算是为了他的女儿积福吧。他之所以被录用，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也许当时他和陈泽都在笑我傻。陈泽刚被开除，柳如烟就来了。你以往可能有些大少爷脾气，我也没多说。我没参加轩轩葬礼是我不对，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向我发泄，我能接受。但你为什么要针对一个单身爸爸公报私仇呢？他对我指责这件事，我已经司空见惯了。我的脸上毫无表情，但如果有人因我帮忙而得到特别优待，我不会再容忍。我不仅要摧毁他的职业生涯，还要让他把这些年从我家获得的所有好处都还回来。他过去花在那对母女身上的钱，我也要一分不少的讨回来。柳如烟的俊脸微微泛红。王志宇，你为什么说话总是这么刻薄？分手后也可以保持朋友关系，我只是觉得他们父女情深，让人心疼才会伸出援手。为何你非要用自己的龌龊想法来猜测我和他之间纯洁的友谊？每每都是我被指责思想不正、心胸狭隘、斤斤计较，总是我的过错，而他和他的白月光却毫无问题。你对他的话已经听够了吗？柳如烟，你的自欺行为够了吗？当你高尚的帮助别人妇女的时候，你知道轩轩就死在你眼皮底下吗？柳如烟一下子呆住了，连开口都有些吃力。你说了什么？我只记得甜甜要春游，他和陈泽成坐在那辆大巴车上，而轩轩也是这个幼儿园的学生，我和他就坐在那对父女俩的前排。你救他们出去，在救生艇上温柔地安慰他们，告诉他们别害怕。轩轩一直哭着喊着妈妈，救救我，可是你却连看都没看他一眼。就在我和你眼皮底下，他被江水活生生冲走了。15分钟的自救时间，只要你记得轩轩也在车上，只要你肯花几秒接我的电话，轩轩就能获救。但你没有，你只想着陈泽和他的女儿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父母。我气喘吁吁地怒吼着，像个疯子一样，声音尖锐刺耳。柳如烟的手机啪嗒一声摔在地上，脸上的血色如潮水退去般消失，惊人的苍白。他在我面前显得理智而坚定，但在这一刻却显得不耐烦。红血丝瞬间爬满他的双眼，身体轻微颤抖，仿佛随时都可能倒下，嘴唇紧闭，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一副冷冽的样子。